完了，干起来了！你们评评理吧。俺家人一起打扑克，我姥跟温迪一伙，我姥让温迪出勾圈开尖，温迪说他没有，我姥输了。看，我出去了，我赢了，赢了。输了你拿钱啊！你故意的。我勾圈开尖你不出，输了就赖你。我是不是问你了？你说你没有，我没有。你烦人不 ？Am I fired? Am I fired? 你看，你这是勾圈开尖儿 ，J K Q A 357，勾圈开尖儿 ，J K Q A。他是不是不会说英文呢？不会说英文。哎，我和我大胖媳妇前两天去体检了，您猜怎么着？你看她那么胖，除了有点脂肪肝，啥问题没有，正经可以对付很多年。反倒是我各种酶都高，全是小箭头。这个原因大概我也能猜到，人家就是开心嘛，心宽命硬嘛。我是一天到晚老睡不着觉，睡不着觉我就老头疼眼睛疼，然后就得老吃药，可能对身体就有影响。很多人看我的视频，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内心非常坚强、不受委屈的人，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内耗的人。所以我今天想认真的跟你们聊聊我自己减少内耗的过程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内心坚强、勇敢、积极乐观，每天一醒来满天都是花蝴蝶，快乐如小鸟那么一个人，你就直接划过去，对你就没啥用。我和我女儿分开这2年，应该是我人生最难熬的2年。每次一想到和她见面这个事儿，遥遥无期，没有盼头，我就整宿睡不着觉。睡不着觉呢，我就开始拼命工作。但是工作呢，有顺心的时候，也有参加比赛压力太大更睡不着觉的时候。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是得吃药辅助我才能睡着。然后今年的前一阵，我老公和我女儿这不就回来了吗？我所有的快乐都回来了，肯定什么失眠、焦虑就都没有。但是你说就不是呢？这个原因，第一，就我和很多看我的妈妈们一样，我是家里的交通枢纽，啥事都找我。第二，就是我心理素质不好，我这个交通枢纽经常就拥堵了。就举一个例子，前几天有一天我出差录节目，原定是当天录完就回家，因为第2天我女儿要在中国第1天上小学，我要送她。结果那天呢，录制就有一些问题，我对我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。好巧不巧呢，工作人员把我的机票给订错了，我到了机场回不了家，搁那硬等着。我当时是又累又饿，然后我女儿给我打电话，发现我回不去，就开始哭，说那我不上学，我就得你送，我不去。我一着急呢，我就说了我女儿几句，说完之后呢，我更愧疚。然后这时候我的猪队友老公就上阵了嘛。呀，那个校车的校车点在哪儿啊？就是在马路的左边还是右边呢？那校服太大，我找谁去兑换呢？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当爸的他咋这么没有用呢？我又给他臭批一顿，批完我又觉得他有点可怜。这个时候我的妈妈又出现了。因为我爸我妈离婚多年，不能共处一室，见面就打。可以这么说吧，我爸我妈离婚18年了，各有各的生活了。但是他俩的战火和硝烟，至今在我的头顶弥漫，永不散去。现在我们在北京，姥姥是好姥姥，姥爷是好姥爷，都想过来陪孩子，但就是不对付，矛盾四起。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事儿，然后又聊起了我大胖媳妇，说她带孩子太含糊，没有责任感，得教育。说人别人家老公外边赚钱，里边顾家，你看你家这个要一头没一头。我本来刚才莫名其妙臭批我大胖媳妇一顿，我心里对她就有愧疚。现在听我妈再一说她，我这愧疚转移了，又跟我妈干一架。我妈说：“哎呀，我跟你俩我真是心寒。”我说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我心烦，对不起。”我妈说：“那你就是不知足，你还心烦。那别人家老公瘫痪的，孩子上不起学的，人家不活了。”最后，我女儿、我妈、我老公都去睡觉了，我一个人又睡不着了。我觉得我怎么哪个角色哪个关系都整稀碎呢？然后我又想起了我的工作，我就想，如果哪天我还不好笑了，那你说我这个人就是一无是处。然后就越想整个人就不好了，你就是咔进死胡同里就绕不出来。你们是不是偶尔也有类似的情况？这种情况你说咋整呢？你找个人说说吧，你说你其实事儿也不大，人的悲喜本来也不相通，人家也不太可能，也没有那个义务去理解你。所以咱们从小就习惯性的把各种情绪憋回去。但你说憋回去了，这情绪就消失了吗？它不会消失，你的情绪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最后就像我刚才描述的情况一样，连环吵架，心烦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我当时就觉得不行，我这状态不对，我需要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。但是我以前也会质疑我自己，哎呀妈，多大点小事啊，还心理帮助，咋这么矫情呢？但我现在发现，你说情绪这个事儿，它真的是一个小事儿吗？而且你说什么叫矫情呢？就非得等着这个世界给你发一个焦虑许可证，说哎呀妈，你可太惨了，你可太惨了，你从此你有资格焦虑，你有资格郁闷，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不开心吗？我们的生活都不容易，我们产生任何负面的情绪都是合理的，都是需要疏导需要关怀的，不要觉得自己矫情 PUA 自己了。我呢，心理学知识我也学，书我也看，但真正心烦的时候，那个书起不到直接的作用。心理医生我也去，有用是真有用，贵也是真贵。而且有时候你真正非常需要的时候，你还得等到下周4。所以就在那段时间，我找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心理学产品，就是暂停实验室的情绪 EVP。我当时是咋知道呢？是我一个脱口秀的同行领着他妈一起做。我当时觉得，哎，我也想尝试，而且我呼吁所有的人都领着咱们的父母一起做心理辅导。我说句实话，咱们的父母如果都及时做心理辅导了，咱们今天可能都不这么急需了。这个暂停实验室呢，是一个为期25天的，在手机上就能自助练习的科学减压计划。我刚练上就非常想给你们推荐。不是说你练上了压力就消失了，内耗就不见了，打嗝都是7色彩虹，从此就是个无忧无虑。想要这种效果，你得上麻药。上麻药，它训练你的是你和你周围琐碎的有压力的环境抽离。
它不是上课，也不是心理咨询，是根据临床的心理学研究，把心理咨询里最好的技术提炼出来，然后做成了在手机上就能用的情绪训练。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跟周围环境抽离的这个情绪调节的能力，你得跟着它练才能练出来，就跟健身一样，它就是一个心理健身。每天2个10分钟的心理学练习，一个是正念，一个是情绪书写，时间自由，有网就行，而且还有前后测，能看出来练习效果。每天练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我就记得我练到10多天的时候，有一个书写练习，是把你的情绪和想法给它起名，这是帮助你识别和梳理情绪的。就比如说我前面说的我连环吵架那个情况，那个咱们就把它命名为十字路口大堵车。我在命名和梳理情绪的过程中，我能意识到堵车也不是我的错，谁都堵，放松。同时他帮你捋清楚是从哪儿开始堵，为什么堵的。那这个捋顺的过程中，其实车流就已经走起来了，也就不堵了。你把你的情绪这么书写一通之后呢，再叠加当天的身体扫描的正念练习，你就会非常直观的感受到你的身体、你的情绪到底哪儿疲惫。你真直观的感受完之后呢，也就轻松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人家主创解释了嘛，很多时候咱们那种失眠、暴饮暴食，都是因为你满脑跑火车，注意力不在你自己身上。咱们要练的其实就是这个，专注当下，不被情绪和想法轻易拐走。所以其实我挺感谢我当时做出这决定的。你们也是，当你感觉到情绪有个小感冒，你不要逃避它、忽视它或者去否认它，因为受苦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不管是因为什么，赶紧尝试科学的方法调整自己的状态。我其实一直觉得现在人的生活压力确实是太大，每个人都需要专业的心理服务，所以我推荐暂停实验室这个情绪 EBP， 因为它科学又实惠，一个周期几百块钱，其实就是一次心理咨询的价，你也不用担心在手机上练全机器人没人管你，全程有真人答疑，很周到，而且支持无限次复训。提醒一下，他们每个月就开训一次，下次的时间在这儿，小黄车下单还有50块钱优惠，试试看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开心一点，我等着你们的反馈。大胖媳妇植发了，原因是啥呢？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我们一家人一起去齐齐哈尔夜市，然后温迪他玩砸蛋，玩完走的时候动作太大，把一个无辜的蛋给带到地上碎了，但是他自己又不知道，走了之后被人家老板追上了，老板过来把我老公拉住了。哎，你媳妇带碎俺一个蛋啊，你得赔。大胖媳妇听不懂呢，只有张大姐挺身而出来翻译。谁那么碎的？你是说我的奶奶吗？老板说对，然后让你爷赔钱。赔完钱，张大姐就跟他爸说爸爸，他说你是我爷。大胖媳妇当时就有点不乐意，然后我们下一个项目就去玩套圈。温迪玩完了，赢了2瓶红酒，但是他不知道有奖励这个事儿，人家套完圈走了。老板就跟张大姐说，你说谁赢的这2瓶酒，咋还赢完了人走了呢？那奖品他不要了。张大姐说，这是我奶奶赢的，但是奶奶去哪儿了呢？大胖媳妇这时候噌家窜出来，把酒咔家拿走了。给我就行，我是他爷，我是他爷。张大姐笑话他爸，他爸说，你不用笑话我，你跟我比，你就是有头发，但论脸，我长得比你年轻。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老公，今年你过40岁生日，我送你一个昂贵的礼物，我请你去植发。大胖媳妇不愿意植，我好说歹说给劝去了。那植发的本质其实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，医生也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家徒四壁的情况，跟我说你放心，我们医生会尽力的。于是开始给他剃发。朋友们，咱们从小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这种场面，就是那剃发推子滋滋滋响彻云霄，斩断着俗世的烦恼牵挂。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烦恼牵挂居然能就这么点儿，就这么点儿。大胖媳妇就这么蹦蹦跳跳去植发了。手术进行了3个小时，我饿了，我偷摸回家吃了顿饭，然后准备带着一家人去迎接手术出来的大胖媳妇。马上出发了，拿铁说家里一个人都不能少，非要带上俺家户口。我平时带狗出门都会用滴滴专车携宠出行服务，宠物友好不拒载，而且在全国49个城市上线。幸亏这回有滴滴专车来接我们一家。评论区链接还能参与福利活动，快看看吧。结果在车上我接到了医生打来的噩耗，跟我说情况不太乐观，我们医生确实已经尽力了。你也知道这个植发呢，得先拔出来头发，再植到秃的地方。但是您的爱人呢，后脑勺能拔的头发都已经拔光了，依然不够覆盖他这个秃顶面积。现在是你要做决定的时候，他秃的这2个区域，你是保前还是保后？不舍弃一个是不可能了。我爸跟我说，那要不然就搁我这儿取点头发给他植上的，我这大岁数了，我头发可多了。我说爸，你那个头发长不到他脑袋上，那个羊毛它只能出自洋人身上。我都没敢告诉大胖媳妇，当出现危机的时候，他的家人的反应可太让人寒心了，众叛亲离。我当时逗我婆婆，我说那个温迪啊，医生说这个时候需要没有传染病史的直系血缘家属捐给他1000根头发毛囊，你准备一下子吧。温迪说，我不行，我有传染病，我有那个脚气。你看张大铁呢？最后医生无奈，只能选择把他胡子的毛囊提取出来，种在秃顶的地方。这种植发叫醍醐灌顶。大胖媳妇就回家养这个脑袋了，这手术还挺大，真挺疼。他怕睡觉压着脑袋肿，一晚上都没上床睡觉。我叫醒他，怕打扰我就出去了。第2天早上，我爸去我家那个从来没有人去的储藏间拿东西，一开门给我爸吓个跟头。我爸说，这湛亮的大脑袋上边还几个疤了，一动不动，我以为什么玩意儿在里头圆寂了呢。